欢迎收听我们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一个蛮有意思的主题，就是您提供的资料里面，廖老师在回答一些生活问题的时候啊，会用到一个比喻哦，那个比喻，骗子与傻子。您可能听过老师讲，像是算命啊、预言这些事情，有时候就像是骗子跟傻子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啊，对对对，这个我知道。这些资料是老师一系列问答里面的，一些精彩的段落嘛。对，内容蛮广的哦，从个人修行啊到宇宙观都有。那我们这次的任务其实就是要一起来挖深一点，就是说，老师用这个骗子与傻子的比喻，背后到底想传达什么智慧？对，特别是我们人啊，怎么去面对那些搞不清楚的未知，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在这场游戏里扮演了什么角色。好的，这个比喻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感觉水很深。那我们就来好好拆解一下。老师有提到，我们面对那些就是不可知、不可为的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常常会有一种冲动，想要去硬要把它搞懂，硬要去做点什么。对，应知应为。对，然后这就好像给了算命啊、预言这些现象一个存在的空间。也就是老师说的骗子与傻子之间的那种互动，这是不是直接戳中了我们人性里那种对于不确定性的焦虑啊？没错，您这个切入点很准，这确实是核心。廖老师解释过，那个所谓的因缘果报啊，时间跨度可能非常非常长。他好像用过一个数字。对，他甚至用过像是9000亿年这种很夸张的比喻，就是强调那个时间的漫长，而且中间充满了无法预测的变数、偶然还有意外。这个其实就是他提到的那个测不准原理，有点像物理学的概念，但用在人生层面。了解，所以在这么巨大的未知面前，那种宣称能给出确定答案的骗子，跟那些非常渴望确定性的傻子，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种怎么说呢，互相需要的关系，好像一种供需。对，老师甚至点出来哦，这有时候也变成一种另类的经济活动或者打发时间的方式。说到这个，我就想到老师另一个常讲的概念——游戏人间。游戏人间。对，他说，如果我们能看懂，很多烦恼其实是自己设下的迷魂阵嘛。没错。那就能比较坦然地接受因果，学会拿起放下。那骗子与傻子这场戏，算不算是游戏人间这个大剧本里的一幕？这个连接很好，完全可以这样理解。这也跟老师区分那个开悟者和痴迷者有关。怎么说？所谓痴迷者，可能就像在扮演那个傻子，或者有时候不小心，也变成了骗子。就是在自己固有的那个习性、习惯里面打转，好像走在单行道上出不来，被困住了。对，而开悟者呢，老实说，他们可以同时从正反两面思考，但不会觉得矛盾。哇，这不容易耶。对啊，他们能看透这场游戏的虚实，他们不执着于事情的表象。老师有个说法，我觉得很有趣，叫虚应故事。虚应故事。意思就是说，内心不受外在影响干扰，好像在演戏一样去应对，但是呢，不入戏，不当真，保持一个距离感。对，就是那个感觉。最终明白，这一切不过就是一场空花雪月的经历甘苦谈而已啦。哇，虚应故事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诶。但如果我们不想一直困在那个骗子或傻子的角色里循环，那该怎么办呢？有方法跳出来吗？廖老师指出的关键其实就2个字：自觉。自觉。对，要认识到很多时候是自己跟自己在玩，甚至是自己绑住自己，也要靠自己解开。自己玩自己，自扶自解。对，重点在于我们要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和那个解决的方法，往往是在自己里面，而不是一直向外去寻找那些看起来很确定，但其实很虚幻的答案。所以下次当您感觉特别想要抓住某个外在的保证或答案的时候，或许可以停一下，问问自己，我现在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急着找答案的傻子？光是这个觉察，这个看见，可能就是老师说的醒来开悟的第一步了。
了解了。所以这个骗子与傻子的比喻用意不是单纯的指责啦，对，不是指责，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面对未知的时候内心可能出现的状态。没错。它提醒我们去观察自己里面那个倾向，然后透过自觉的力量去超越这种限制，是这个意思吗？正是如此，它让我们看清楚人性的需求、挣扎，还有就是在那个所谓空跟有之间去找到一种平衡的智慧。认识到这场游戏的本质，看到自己可能在扮演什么角色，也许这就是从中得到自由，不再那么容易被骗，或者甘愿当傻子的开始。总结来说，廖老师透过骗子与傻子这个听起来有点讽刺，但其实很深刻的比喻，对，引导我们去思考关于人生、关于实相、幻象，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自我觉察。这不只是一场我们被动参与的游戏，更是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对，最后我想留给您一个蛮值得玩味的问题哈。好，既然廖老师提到人生有时候就像是前世写好的剧本，我们今世来扮演嘛。好像有个蓝图。对，我们似乎都在遵循某种内在的设计图。那当您开始意识到自己内心可能同时存在着那个假装知道的骗子倾向，跟那个盲目相信的傻子倾向的时候，这份觉察本身会不会就是一个转捩点，一个契机，让您开始有意识的去改写这个内在的剧本？从一个被游戏规则绑住的角色，转变成一个真正懂得怎么游戏人间、更自在洒脱的玩家呢？